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软硬态度是一起表现。这位新首相的外交思维是想给自己做一个壳，当一回寄居蟹吗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岸田文雄呢，担任日本新首相虽然没几天吧，但是外交态度呢也算基本亮出来了，给人感觉是软硬兼施，想让自己八面玲珑啊。那么态度比较软的一方面，就是在中国人民最敏感的靖国神社问题上，表示了不会去参拜，但是呢，祭品还要献上。那个祭品呢，以前叫这个玉串料，这次叫真神。其实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个杨桐树那个树枝儿，把那个树枝儿里裹吧，放上去当贡品了。以前我们看新闻报道说，前几任首相供奉玉串料，其实就是交了几千块人民币就买这个树枝的香火钱。另外呢，日本这次宣布不会参加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组成的那个奥库斯集团。那么这两个动作显然是表现出来了，不想在这个时候太刺激中国。日本国内甚至还有些学者写了文章，题目是为什么日本在大选后会变得对中国更友好。那个作者的意思就是岸田文雄要让日本经济好转，只能够找中国合作。别看选举的时候挺横，当选之后呢，一定会悄悄跟中国贴近。日本这首相没有资格去学拜登。而且这个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也说了，这事儿不奇怪，因为岸田文雄什么人呢？他领导的是自民党里边一个历来对中国持温和立场的派系，所以表面上很凶，但实际上会很软。甚至呢，即使是岸田表达了要加强日台关系，台湾都在担心，说岸田上来以后，中国加入 CPTPP 的概率可能就更高了。而强硬方面呢，也是有，并且手笔还挺大。日本的读卖新闻呢，就是16号采访了岸田文雄，并且发布了部分这个采访内容，谈到这岸田文雄希望发展导弹技术，要能够对敌方的这个基地、导弹基地具有攻击能力。而至于这个敌方基地指的是谁，没有明说。有人觉得他暗指的是中国，也有人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指朝鲜。其实呢，岸田在选举时候就已经谈过这个话题，要搞导弹，要打得远，现在还在坚持着，并且呢，还计划把军费投入大幅度攀升，要到 GDP 的2%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他一方面是在要求合作，避免刺激中国，一方面又在军事上增加投入，玩远程进攻性手段，看上去相当的矛盾。其实呢，如果从岸田文雄的根本目的来看，日本这一点也不算矛盾，就是两个态度，从两个方面给自己增加一些生存和外交空间。毕竟日本是夹在中国、俄罗斯和美国中间的，中俄和日本都具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问题，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日本惹得起。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，最严重的是还有朝鲜半岛，岛上那两位都跟日本关系不好，尤其是北边那位随时有可能跟日本翻脸。所以日本一直也缺少一种安全感，那么他想要安全感，就得玩一种危险平衡。一方面必须是依赖美国，就只能是服从美国，帮助美国一起向中俄挑战，这就必然跟中俄形成利益冲突，那么还要想办法把这种冲突对立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。所以作为日本领导人，历届都是这样，面对中俄必须学会嘴上喊得响，要完成美国的任务，然后身体往后缩，绝不能够自己大包大揽。其实在全球范围，在历史范围来看，能够维持这样平衡的国家，要么自己足够强大，能够调动周边各种利益，要么就是有足够的利用价值，让两边对他讨好，或者呢是自己毫无利用价值，两边对日本都看不上眼。既然这个第3条呢没法改变，第2条呢也是客观现实，那么岸田文雄只能希望自己手里的东西硬一些，增加一些实力，让自己能够改变一些态势。自己亲手给日本增加一个硬壳，如果这个壳足够结实，并且壳上有尖儿的话，那么不仅在面对中俄和朝鲜的时候，特别是美国有可能逐渐退守第2岛链的时候，给自己增加更好的对抗能力。而且呢，自己能力强了，对美国的依赖也可能不像以前那么严重，反而会让日本有了更好的腾挪空间，让自己距离正常国家的梦想又进一步。但是呢，日本即使拥有这样导弹，它的先天问题仍然是没法解决。毕竟离中俄实在太近，而且被美国占领，靠这种办法可能会让日本面临的环境更糟。比如说，日本没有强大到能够主导地区政治的水平，又想八面玲珑，谁都不得罪，那就更有可能把各方都得罪。
要照顾中俄情绪，那最后很有可能就是完不成美国给的任务；要配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出声，又会让中日间的敌意增加。这个平衡实在是特别的不好拿捏。要解决日本现在那么难受的问题呢，要说还得靠中国。中国要是能够不断的发展强大，在西太平洋地区具有主导作用的话，日本什么都不用想，踏踏实实也能一直平安，何须什么在中美之间选边站？好，关于岸田文雄看似矛盾的外交政策到底如何理解，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